我们的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当中呢，是寻访4部曾经在70年代，来自发达国家的导演们过来中国拍的纪录片，曾经非常非常让我们仰望的一些大师们做的作品。5集片子找到片中的这些人，找他当时拍的这些地方在哪儿，我们就做了一件对比。他们那个时候眼中的中国，到现在我们当下生活的中国，讲一讲就是这4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。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完全的改革开放，所以中国是不太为世界所知的。但是世界有强国，日本、美国、意大利、法国，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。其中一部是来自意大利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《中国》，他对中国的好奇是深入到文化层面当中的。他的那个家里还摆着就是中国的一些古代的哲学著作，还有《易经》。1971年，中国跟意大利建交，周总理说：“你们国家的电影事业、文化事业都发展得很好，你们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中国拍一个纪录片？” Questi cinesi non hanno mai visto un occidentale. Ora cominciano ad affacciarsi sulle soglie sorpresi, intimoriti, curiosi. 安东尼奥尼还是在努力的去拍到中国人们真实的样子，所以他会把机器放到大街上去记录很多没有准备的人的反应。农村甚至是小孩谈恋爱的人，还有什么生产的人，还有幼儿园他就会拍厕所、养殖基地等等这些神秘的东西。从北京一路到河南，到苏州、南京，再到上海的一个旅程。在意大利，很多人也没看过世界，也没看过中国，他们就看过安东尼奥尼的中国，他们就以为那个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。然后但当老高自己亲自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发现根本就不一样了。他也特别想做这样的一个专题，重走安东尼奥尼的路，会带着一个更像当年他们的视角去来中国寻访。比如说他去拍那个棉纺厂、国棉3厂，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园。Le fabbriche sono quasi sempre simili a villaggi autonomi dove gli operai vivono e lavorano. 他们是在深圳入的关，曾经的照片就是一片荒芜，现在你就能看见高楼大厦，那样的变化是特别震撼的。我们那个每一集找了一个相似的人物，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影片，艾萨克斯特恩先生他来到中国的这么一个旅程，后面得了奥斯卡。那一集的那个寻访人不是斯特恩的儿子吗 ？David 斯特恩。艾萨克斯特恩先生已经是一个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了，他教了很多当时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大中小孩子们怎么着去演奏，去突破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，表达自我的感受。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开脑洞的想法。David 斯特恩，因为他跟上海交响乐团合作，在举办艾萨克斯特恩杯小提琴国际比赛，就是2018年的时候是要办第2届。大卫斯特恩先生跟我们说，这种量级的比赛只有可能在中国能够办起来，难以想象，就是中国的音乐环境竟然比国际好。当时做这一部纪录片最难的一点之一吧，怎么去找到片中的这些人，主要渠道特别多元。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那一集，是因为里面有一些就曾经就是很小孩拉琴的那些，他们其实后来成了世界瞩目的一些音乐家。就当时的那个给斯特恩和中国人之间做翻译的那位女士，当时看上去有个30多岁吧，就是现在算下来70多岁差不多，就去捋那个后面的那个演职人员表，就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叫吕婉如的女士，然后我们就真的这样找到了她。It is so lovely to see you again. Oh my goodness. How are you? 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就不同渠道，甚至有的是隔壁同事的父亲，然后谁谁谁在各种那个机构，然后就层层传递找到的。尤里斯·伊文斯先生，他是从战争时期4万万人民就开始在拍摄中国的抗战
很多的他的片子都是在中国完成的。愚公移山几乎是跟安东尼奥尼是同一个时期，妻子罗丽丹也是导演之一，所以他带着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看，在这个当时中国环境下的中国女人会是什么样子。Do you think you'll still be able to go out to sea when you're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? We'll go to sea if necessary. 在那个大屿岛，不是有一个妇女船吗？在那之前有一个传说，就是说女人是不能上船的，会带来厄运啊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女人就可以上船，这个队伍是唯一，在那之后也没有了。愚公移山里的一个老人的孙子，在现在还在制作面人儿。1995年出生的，非常年轻，尝试各种手段去让自己家里的这个面人能够为现在的年轻人接受。他的英语很好，就是他没有出过国，所以你也能感觉到，就是现在的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。我们的团队是出奇的年轻，24、25岁的一个平均年龄，大家就去尝试这种比较宏大的题材，所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我们初衷是让人看到中国人的变化，从这些人的身上你会发现，作为中国人，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小商贩还是重要的人物，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。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发展不是在一个从低到高的层面上去递进的，而是它是一种匀速全部到达的这样的状态。你走到哪里，你都会觉得是相似的状态，温暖 open。